此时藏在暗处的云如歌整个人目瞪口呆，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实力强悍的黑衣人竟然是当年那个叶长英的儿子，而叶晨此刻并没有意识到10丈外的暗处竟还藏着一个隐匿气息的修士，他的注意力全都在面前的常胜伯身上，眼看面前的常胜伯狼狈又惶恐，一副无知将死的可怜模样，心中却没有半分同情。他看着常胜伯再次高喊雷来，轰的一声炸雷再次从天而降，那炸雷直接劈在常胜伯的右手，将他右手劈成了黑炭。之前几次雷击叶晨都刻意控制威力，为的便是好好玩弄常胜伯，而这一次雷击叶晨特意将威力提升几分，直接废掉了他的右手。常胜伯感觉手上传来灼烧的剧痛，低头一看，整只右手已经成了焦炭，散发出一股令他极度恐惧的烤肉味道。他下意识地甩动手腕，紧接着那只烧成焦炭的右手便从手腕处径直脱落。常胜伯惊得尖叫连连，看着叶晨的眼神仿佛看到了阎王爷一般无二。叶晨看着他恐惧的样子，双眼目光如炬，声音冷酷又带着杀意地说道：别紧张，这只是开胃菜。曾几何时，我杀过一个不长眼的王八蛋，当时我引数到天雷，一点点将他劈成齑粉。时至今日，我也依旧觉得对待万死之人就该用如此手段，所以今天我便让你也好好体验体验。常胜伯又惊又恐，下意识用左手握紧雷击木，想要再度尝试催动惊雷令，因为他见识过那惊雷令毁天灭地的实力，比叶晨召唤的天雷强出10倍不止。若真让自己觉得反击，召唤出一道天雷，那必然能够在最后关头绝地反杀。叶晨见他还握着那根雷击木，不禁耻笑道：别费劲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你手里这惊雷令是我专门为你炼制的，这东西威力确实很强，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只能用一次。什么？常胜伯瞪着血红的眼睛脱口问道：我手里的惊雷令是你炼的？对啊，叶晨笑道，我练完之后把它给了张二毛，让张二毛在古玩街等你，你果然上当了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对了，你先前在机场遇到的那枚扳指也是我炼制的，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就是粗制滥造的护身符，最多也就能替你挡块板砖。我第一次用惊雷令劈你的时候，那俩扳指都碎了。常胜伯下意识想要掏兜，却发现自己现在光着屁股，连裤衩都没了，哪还有兜？他惊恐地看着叶晨，不可置信地问道：你是说你早就挖好了坑在金陵等着我了？叶晨点点头，朗声道：没错，我知道你们破青会有4大伯爵，塞浦路斯炸碎一个还剩3个，也知道我外公外婆来金陵，破青会一定会再派一位伯爵过来，所以早就设局等着你钻了，没想到你果然上套。说罢，叶晨冷笑道：我只是没想到那个什么狗屁英主竟然会把20年前杀害我父母的凶手派来金陵，我等今天已经等了整整20年了。话音刚落，叶晨再度高喊雷来，轰隆一声，一道长鞭般的闪电从天而降，劈在常胜伯的左手之上，霎时间他的左手也如右手那般化作一团焦炭。常胜伯眼看自己双手已然全废，早已没了先前的嚣张与气势，他心中惶恐无比，挣扎着跪在地上，哭着说道：叶晨，我从清朝末年苟活至今，一生命运多舛，历经苦难无数，现如今我右手被废，几乎已经成了废人，我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我一条狗命。叶晨嘴角浮起轻蔑的冷笑，低头看着他，厉声问道：老狗，20年前你杀我父母时，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常胜伯心中已完全被恐惧笼罩，他活了156年，按理说早已经活够本了，便是死了，也比绝大多数人幸福得多。可是人的贪念永远不遵循这样的规律，事实往往是越年轻的人越是不怕死，15、16岁便敢与别人以死相拼的年轻人不在少数，反倒是那些越年长的人大都越惧怕死亡。
饶是常胜伯这种修行之人，同样不能免俗，相反，他比绝大多数还要怕死。眼见叶晨完全没有任何怜悯之心，常胜伯哭着说道：叶晨，我当年也是奉命行事，英主有命，根本容不得我拒绝啊！你要替你父母报仇，也应该去杀英主，而不是我这种无名小卒。叶晨讥讽道：怎么，现在就要卖主求荣了？好啊，如果你老老实实将破清会的一切都和盘托出，我或许可以给你一个痛快，让你死得没那么难看。常胜伯凄惨地笑了笑，反问他：我若将一切和盘托出，你能否对你父母的在天之灵发誓，饶我不死？若是能，我愿说出一切。对常胜伯来说，能多活一天就是一天。如果背叛英主，能够得到叶晨的宽恕，那自己在毒发身亡之前，最起码还有2年多的时间可活。只要叶晨能够用他父母的在天之灵发誓饶过自己，自己也可以将所知的一切告诉他。剩下的2年多时间，自己还可以找一个无人之地，安静地等待死亡。叶晨也确实很想知道更多关于破清会的内幕，但是他不允许自己放过常胜伯，更不允许自己以父母之名起誓却又出尔反尔，所以他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拒绝道：你今日说与不说，我都不会让你活。你说了，便能死得轻松些；你不说，我便让你尝尽一切痛苦而亡。说罢，叶晨摊开双手，仰天高喊道：雷来！霎时间，又一道天雷轰然而至，径直劈在常胜伯的右脚，将他脚腕一下劈成黑炭。常胜伯痛苦到面部扭曲，惨叫不止，他浑身青筋暴起，控制不住地嘶吼道：叶晨，你尽管杀了我，我死之后，你再也不可能知道你父母死时的细节，你再也不知你父母因何惹祸上任，不知你面对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庞然大物。我承认你的手段是很厉害，但在英主面前，你这都是雕虫小技。叶晨冷声道：你不说也不要紧，反正我早晚也要亲手将那英主斩杀，届时破清会所有与我父母之死有关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留。说罢，叶晨不待他反应，再次高喊：雷来！下一刻，常胜伯左脚也彻底废掉，此刻的他已然成了一个没手没脚的废人。这副惨状让暗处的云如歌都有些看不下去了。见一向倨傲的常胜伯受此磨难，他也难免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不忍与同情。可他知道常胜伯今日必死，自己的实力与常胜伯还有很大距离，而且常胜伯有法器，自己却没有，就连常胜伯都不是叶晨对手，自己就算出去帮他，也只能是一起送死罢了。这时候他心中忽然想到英主在30年前曾经说过的话，不禁眼睛一亮，在心中焦急高喊：常胜伯，快开泥丸宫！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